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娱乐快讯。今天我们想聊的不只是张凌赫一条动态拿下100万点赞这件事，而是想再往前推一步，谢峥这个角色究竟把张凌赫推到了什么位置？这是一次普通的热度上升，还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演员气场被重新看见？最近，张凌赫最新一条 Instagram 动态在14小时内突破100万点赞，这个速度确实惊人。再加上相关指数同步走高，表面上看，这是一次很典型的人气爆发。但如果只停留在破100万点赞数据亮眼这一层，其实有些可惜。娱乐圈从来不缺热搜，也不缺漂亮数据。真正值得深挖的是这些数字背后到底说明了什么？是粉丝集中发力？是平台算法推了一把？还是张凌赫在这段时间完成了一次关键的形象升级？很多时候，演员热度上涨未必代表角色真正站住了，反之，有些角色口碑很好，却不一定能立刻把演员推向更高位置。所以，大家对张凌赫这次的变化格外敏感，不仅仅是因为数据漂亮，更是因为隐约感觉到谢峥这个角色可能真的让张凌赫往前迈了一大步。一个角色能否真正抬升演员，关键从来不在于给了多少镜头，带来了多少讨论，而是他有没有让观众重新认识这个人。谢峥这类角色的价值正在于此。以前提到张凌赫，大家首先想到的往往是外形条件优越，镜头感强，站在那里就有存在感。这当然是优势，但在内娱，长得好看从来不是稀缺资源。真正难得的是观众能否从这个人很好看，走到这个人很适合这个角色，这个角色只有他演出来才成立。这两者之间其实差了很大一层。而谢峥这个角色带来的变化，就像是帮张凌赫跨过了这道门槛。观众开始不再只看他的脸，不再只关注某个单独镜头的状态，而是开始讨论角色的气质、情绪张力、人物关系里的压迫感和吸引力。换句话说，他不再只是适合上镜，而是开始朝着拥有角色统治力的方向迈进。这对演员而言，意义完全不同。娱乐圈里经常出现一种情况，演员一直在拍戏，也有曝光，也有讨论，却始终差一个能彻底扭转印象的角色。张凌赫这次的变化看起来就属于这种情况。谢峥这个角色之所以有效，不只是因为角色本身有关注度，更是因为他与张凌赫本人的外形、气质和镜头表达形成了高度匹配。这种匹配一旦成立，观众会非常直观地感受到，这个人终于找到了一个能把自身优势充分放大的角色。有些演员靠反差取胜，有些演员靠突破出圈，而张凌赫这次更像是靠把原本就具备的优势，第一次集中释放出来而获胜。他的清冷感、克制感，以及在镜头里那种无需用力过猛就能带出情绪的方式，如果放在不合适的角色里，可能只会被评价为好看但有距离感。但一旦放到合适的人物设定中，这种距离感反而变成了角色魅力的一部分。这就是为什么谢峥不是一个普通的加热角色，而更像是一个校准角色。他把张凌赫之前零散显现的优点统一到了一个完整的人物形象里，让观众突然明白他的优势究竟该如何被使用。其实判断一个演员是否真正被角色抬升，不能只看数据，还要看大众讨论的语气是否发生变化。这一点很微妙，却也很真实。如果只是短期人气上涨，讨论往往停留在造型、照片、片段出圈、颜值状态等层面。热度虽高，却容易消散。但如果一个角色真正开始抬升演员，舆论就会慢慢出现另一种声音，大家开始认真讨论他的适配度、角色完成度、后续发展空间，甚至重新评估他在行业里的位置。这两种讨论完全不是一回事。而张凌赫这次让人感觉不一样的地方，正在于这种变化已经有了明显苗头。大家不再只是说他帅、状态好，这张图很能打，而是开始往更深层面延伸。为什么是现在？为什么偏偏这个角色能引发这么大的反响？
这是否说明张凌赫已经从单纯的流量关注，走到了角色加成真正发挥作用的阶段？当讨论从表层热度转向演员成长，这波关注就不再只是热闹而已。一个演员在行业里的位置，往往不是靠某一次宣传定下来的，而是靠几个关键角色慢慢积累而成的。谢峥的意义，或许就在于他让张凌赫的定位变得更加清晰。过去一段时间，很多观众对张凌赫的印象其实有些模糊，知道他有话题，有外形优势，也知道他在往上走，但要说他最打动人的地方究竟是什么，却很难一句话说清。这正是很多年轻演员在上升期都会遇到的难题，有热度，有资源，有关注，但个人标签尚未真正定型。而一个成功的角色，最重要的作用之一，就是帮演员把这种模糊感收拢起来。如果谢峥能持续发酵，他给张凌赫带来的可能不仅是短期关注，更是更清晰的行业识别度。以后大家提到他，或许不再只是说这是一个条件很好的年轻男演员，而会慢慢变成这是一个在某类角色上已经展现出控制力的人。别小看这种转变，因为从有潜力到有位置，中间差的正是这种能被市场快速识别的稳定印象。有些剧播完后，大家只记得角色却不记得演员，也有些时候，观众只记得演员却对角色印象不深。真正理想的状态是角色和演员彼此成就。从目前的讨论氛围来看，张凌赫和谢峥之间至少已经开始朝着这个方向发展。这也是为什么那条动态会有如此强的传播力。因为大家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男演员发了一张状态很好的照片，而是会下意识地把这份关注与角色效应联系在一起。角色热度在为演员增光，而演员的状态又反过来强化了角色的余温。一旦形成这种双向放大，传播力往往比单点爆发更加持久。这也是娱乐圈里难得的时刻。不是单纯靠营销推出来的热闹，也不是只靠某个造型瞬间抓眼球，而是角色、演员与公众情绪在某个时间点刚好契合。所以大家会有一种明显的感受，张凌赫这次不是又被看见了一次，而是被重新估值了一次。当然，话说回来，谢峥究竟能把张凌赫抬到多高，现在还不能下太绝对的结论。因为角色热度带来的提升，能否最终坐实，还要看后续两点。第一，这个角色的讨论能否从当下很热变成过一段时间仍会被反复提起。如果只是阶段性爆点，那它的作用更像一次强曝光，但如果之后提到张凌赫时，谢峥仍然是绕不开的名字，那就说明这个角色已真正成为他履历中重要的一笔。第二，张凌赫接下来能否接住这次升级？如果后续作品和角色选择能继续稳住，谢峥带来的提升就会沉淀为真正的上升曲线。若后续没有跟上，这次加成可能更多停留在高光时刻。所以现在看，谢峥大概率已经帮张凌赫迈过了一道重要的门槛，但他最终能否借此把位置彻底坐稳，还要看之后的路怎么走。娱乐圈最怕的从来不是没有热度，而是热了很多次之后，依然没有真正具有代表性的节点。从这个角度看，这次最值得注意的，或许不是100万点赞这个数字本身，而是它让很多人意识到，张凌赫的上升路径正在发生变化。以前大家看他，更多是看得见优势，现在越来越多人开始愿意讨论他的角色承载力、市场反应和未来空间。这个转变比一条动态的数据重要得多，因为这意味着张凌赫被讨论的方式开始变了。而一个演员真正往上走，很多时候正是从这里开始的，不是突然一夜登顶，而是在某个角色之后，大家对他的判断集体发生了一点偏移。那一点偏移往往比热搜更关键，比点赞更有分量。所以如果要回答今天的问题，谢峥到底把张凌赫抬到了什么程度？或许可以这样说，他未必已经把张凌赫直接推到一个绝对稳固的位置，但很可能已经让他正式跨进了不能再只用颜值来定义的阶段。对一个年轻演员来说，
这一步非常重要。你们觉得张凌赫这次的爆